最后1公里3分26。哎，大家伙早喽！9月26号星期六清晨5点35，又是借着温暖的灯光在大阪城。一会儿5点45集合，5点45集合平田先生的早训练。今天的课表比较顶，计划是20公里，从4分到4分05的配速起跑，每5公里增加5秒，也就是最后的5公里应该是，你看第1公里4:05到4分，第2公里是4分到3:55，这是5到10公里，然后10到15公里呢是3:55到3:50，最后一个5公里是3:50到3:45。今天而且家属会来拍摄，但如果顺利的话，大家会看到一些不一样的画面，好吗？带了水，这个大概是冲了半包宝矿力，有不到100千卡的样子，然后带了一个能量胶，普通的能量胶也是100千卡的样子。然后出发之前，大概在4点的时候有一片白吐司，对，今天吃了点东西，因为病刚好的第1个大强度，周中的那个没有跑最全力，好吧。上个4天的训练还是很不错的，而且这次生病比赛，那个比赛其实对我来说就是强度训练，但是因为病后的第1场，还有之后的这3天的我的训练，我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感受和体验，会在周日下午北京时间，这周的会员视频跟大家见面。那我们去集合，一会儿见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！哎，小伙伴们看，来了好多人呀！可能就是今天还是分了3个组别，努力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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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5、4、3、2、1、スタート。走。我们刚刚跑完5公里，20分钟。看小伙伴们，哎，おはよう。哎呦，気持ちいい。哈哈。ありがとうリサ。加油骑，加油骑，看着人啊！我画了，我看这个。小伙伴们现在3分50以内。已经过了10公里了，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！哈哈哈！可以，
着还有最后1公里多，加油加油！3一起，还压抑。最后1公里，小伙伴们，上1公里3分31。还有400米。
到了，最后1公里3分26，哇！最后1公里3分26，可以吧？啊，他面上都说，可以，很逗，一路上，大丈夫ですか、田中さん。浪海。这水喝到这儿，50、15，还有开始之前那5公里，像刚才这一口喝这么2口。就是我跑到最后也180的心率，我也喘，但是跑得多了，您就会发现，你跑多以后，你再喘，心跳再快，就是比如我想说句整话，或者我想这样喝口水是没问题的，真心的。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，快到红绿灯掏手机摁暂停，哎呦，那时候手机连指纹识别都没有，但是那时候手机因为没有指纹和脸，大家好多人不设密码，那时候我不设密码。就赶紧到边上穿衣服。来给大家看看成绩啊，20公里1小时17分08，平均配速3分51，行吧，把上周那比赛算是补回来一点哈，虽然没有比赛快。运动表现出色，111%，训练负荷较大289，有氧效果提高，无氧效果也是提高。有氧效果高值是3.8，无氧效果是3.4，最快1公里3分26，看我这汗。就是匀加速，最大心率187，平均心率169。所以你们看我周末那个比赛平均162，就我不病的时候，我要是跑430一个半马，其实差不多也得160，不会低过150的，就是这样。我这心率是一运动就会上去，但是到头也就是180多。看今天的，其实我从来不看这个区间，但是今儿这区间就偏中间。平均功率266，累计爬升78，平均步频207，最高步频230，平均步幅1.25米，垂直振幅比4.5，垂直振幅5.7，触地时间186，卡路里108，1.9天后完全恢复。今天穿的是这10X 6.0 Pro， 就是这鞋我售后了之后这双就没有异响了，我还没换鞋带，因为那个惊叹3我就一双，我要神户马拉松的时候应该会穿，那双鞋已经穿了差不多得有快200公里了，说不穿，但是每次跑太长了，得稍微省了点，因为倒不是贵，最近没号，不知道双11怎么弄。行，一会儿咱们烘焙店跟大家聊聊天。立马塔贝卢，现在吃，要给我一个袋。快到，快到！加油！快到！2位女士在后边。快到！是吧？哎，小伙伴们，10月26号星期六清晨7点23，在烘焙店的外边，在吃早饭准备。刚才小伙伴们给了一条大吐司了，已经。今天有点辛苦啊，跟大家说一下数据。我刚才说过数据了，那我把数据贴屏幕上来，看着还行。刚才没看公里数，看最后的公里。
前5公里最快是356，最慢是401，等于第一个5公里应该就在20分钟以内，应该19分50多秒。然后从第6公里到第10公里，最慢是358，最快是354。11公里到15公里，最慢是353，最快是346。最后的5公里，16到20公里，最慢是344，最快是327。就到这个，我给大家念的都是4舍5入进去的时间，但是手表上每公里结束的时候显示着4舍5入舍的那个时间，然后手表最后1公里显示326，手机上写327。OK， 还行哈，今天。像这种训练，就是我总说的长距离的渐加速。这个对我来说距离不长，但是速度快。像我跑30公里的渐加速，之前都有过完整的视频，大家可以看。最后也就是加到4分，而且不是5秒加，是可能10秒还是15秒，10秒的加，每5公里加10秒。从5分一直加到4分，也是30公里，就这样。就这种训练其实比较有挑战，你会觉得每5公里是一个阶段，同时你会觉得时间过得快。就是如果今天我是一个，你看今天我的平均配速好像是3分51，对吗？看看啊，差不多吧。对，3分51。如果是我匀速跑一个3分51的半马，跟这个体感是不一样的，没有这个这么累。最后冲的时候，就是田中先生还是有伤，他最后的几百米不冲了。就最后田宫先生把我最后的300米顶起来了。他今天是半路加入，大概是好像是第一个5公里回来的时候他加入，他跑的也特别好，而且后程能力挺棒的。最近都是不是他就是田中先生，我们三个人互相在往前顶。看看我的早饭，先拿个咖啡。老给大家展示这家的早饭了，你们看，2个半厚切的吐司，一个全麦，一个普通，这么多的沙拉菜、沙拉酱随便拿，一个白煮蛋，还有这么大一杯咖啡，450日元，可以支付宝。这个在大阪都算是便宜的了。这种合练，我觉得对我来说提高比较大，在这1年中。像以前我都是自己练的时候，坦白说很少有这种强度。就是合练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我觉得合练的意义是，第一，让时间觉得快一些，大家一起；第二呢，互相可以监督和就是好胜心吧。那主人进去买东西了，狗在外边等着，等着急了。然后第3呢，就是最后我刚才说的，像这种要顶的这种课，到最后的时候就是你会有几个小团队，比方说你很快的，然后没有到第1集团的，或者说最后要坚持完赛的，都会有几个人一起，就是你很难说最后落到就你一个人坚持最后那一下。其实像这种课，包括之前我自己跑的渐加速，到最后虽然我是比前面快，但是我顶不成这样，我真心的顶不成这样。今天这个鞋的体验呢，我觉得我还是那句话，如果他卖899，那我就选它。因为我觉得它和必麦的惊叹3其实是各有特色，不相上下，这是我的判断。但是价格并不是各有特色，是很相上下。不知道双11什么规格，行吧。到时候双11大家看看必麦的惊叹3有想买的，因为就如果我要是厂商，我也肯定得在双11让它有货的。虽然我没有问必麦的小伙伴，但是我觉得是这样，要不然的话错过了太多东西，对吧？还有那个菲比特的小伙伴说有秋装推荐了，我会到时候给大家试试。
还有今天的画面都是来自于这一台 Insight 360的 Ace Pro 2。这个我觉得运动相机里也是挺能打的，因为今天是第一次家属拿运动相机骑着车拍，我发现比有云台的那种相机呢更自如一点。那天我拍比赛我就发现，有云台的相机它是物理增稳，就算是降维打击，这是肯定的。但是呢，它没有这么灵活。比方说，我现在想拍照，现在想拍照，我觉得这个感觉特别好。有云台的相机，像家属原来骑车拍过的时候，他老得看屏幕，因为呢，他手对着的方向不一定是镜头对着的方向。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说清楚那意思。镜头就跟他用稳定器一样。但是这个就那种指哪儿打哪儿的感觉，还行吧。那今天借着这个训练，跟大家聊聊渐加速，聊聊合练，聊聊最后的顶，聊聊和大阪城的早餐，然后聊一聊鞋，聊一聊衣服，聊一聊相机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明天再见。